我想任何一个人看他履历表，3份履历表有4个题目然后毕业年限从头到尾有6个，你认谁都会觉得这个人是疯了吗？对不对？然后更不要讲什么他后来的这个什么奇奇怪怪题目，还1.5个博士学位，他从英国弄回来的信，10之8九都是伪造的。这件事情我们会一个一个揭穿，而且我们会在英国。我先讲好，没有关系，我们会去报案。蔡英文家呀，从头到尾都是国民党培养的催台青啊。蔡英文家发迹的那个勒马饭店就是美军的招待所，它的地址在哪里呢？在那个两蒋的士林官邸出来的第1栋大楼啊。你想想看，在那个年代，谁敢在这个两蒋官邸的对面去盖大楼？那一定是有非常好的党政关系嘛。所以欧阳勋拒绝了这个蔡英文1次，第2次就接受了。就是整个故事是这样子。观众晚安，我是徐甫，欢迎收看《论文门开箱》。那今天如果点进来的观众朋友会有点吓一跳，这个在封面上有彭批，那还有小弟我，这个是本来就固定会出现的，结果还出现了韩国瑜跟张亚中，然后说要联手查论文门吗？我先要卖一个关子，到后面我们来谈谈，彭批可能要跟韩国瑜有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哦。不过，我们先来欢迎这个彭批加入我们今天讨论。大家好，徐副好。是彭批，这个当然这一周是论文门很关键的一周，我相信有在追的观众朋友会发现，哇，这一周真的是你眼睛看的速度比不上这个料丢出来的速度，你要花很多时间去理解，因为蛮多重要的事证铁证一一的摊出来了。那我们今天会来把这一周最新的事证做一个总整理。首先这个上一周其实我们有谈到，蔡英文被教育部函请这个英国来查论文的真假、学位的真假，原因是因为他要去考试，要考国家考试。然后我就看到了彭批说，这个到底是考了什么考试？然后居然彭批你自己有参加国家考试，是不是？对，我参加过国考，我是乖乖的考啊。你考什么啊？就是我参加过法务类高等检定考试，就是我在美国1995年拿到博士学位，那有一段时间在等要回去 packing 的过程，我突然心生一计，我觉得我想去考一张律师执照放在口袋里。那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取得台大的新闻所的教职，那我想说剩下这段时间闲着也闲着，我想说去考个律师执照，我想自修考。可是因为我不是法律系毕业，所以我必须通过一个叫做高等检定考试。那在那个年代，高等检定考试听说比高考难，就是他要让那些不是法律系的人有取得考法律律师或者司法官的同等学历的资格。那要考什么呢？我记得国文、英文、国父遗教、宪法、民法、刑法、诉讼法、行政法、本国史地。这对我来讲简直天方夜谭了，因为我是自然组的，本国史地，我连那个就台湾史或者是那个什么中国现代史、近代史，对我来讲就是初3以后就没有再念过嘛，所以我就托这个朋友去台湾，那时候很流行叫宝成、富木2家那个专门考那种律师高考的那个丛书，就报了一堆的书过来寄过来给我。我没有很精准的记得我花多少时间了，不会超过2个礼拜了。我就把那个选择题的部分拿来整个仔细看了，就这样翻，很快的翻了一遍。然后我真的坐飞机回台湾，专程回去参加法务类高等检定考试。你看我脑袋有没有问题？结果就去考啦，就不好意思啊，我一共考6科，一共要考9科，但是我把比较难的3科刑法、民法、诉讼法摆着，因为那个考试是这样，就是3年之内你考完9科你就及格，就要连续3年。如果你中间超过3年，那你前面第1年的那个就不算了。那我想说，我第一次考嘛，我先考到6科，后面3科慢慢考。结果不小心就是6科都过了，那个成绩虽然有点难看了，每科都60几，不过很赚嘛。是这个后来又
哎呀，你拿到我成绩单了，真不好意思。这个就我在网络上或者垃圾桶里面找到了这一张成绩单，这个听说这个有凭有据。可是我现在打个岔，我要替观众讲一下，我刚才完全听到就是勾起大家小时候班上的好学生在那边讲说。没有啊，我就大概稍微考前看了一下，我昨天晚上也没读啊，那我就闲来无事就去考一个律师资格考，然后就随便我自然组的这些我就稍微花了2个礼拜念一念。太臭屁了！我完全听得到小时候那个好学生那个样子，我完全整个浮上台面了，我就觉得果然台大的学生大概都有这种特质哦，何况是台大的教授啊。听得蛮恶心的这个人就很想扁他，对不对？其实我跟所有的观众朋友说实话，我真的不是很会念书的人啊。我这样讲，人家会觉得我很恶心，对不对？我跟你讲啊，我小学、初中、高中，尤其高中以后的同学都知道我讲的是实话了。我是一个就是临时抱佛脚，然后也不怎么样的学生。我是说真的，你看我的成绩就知道不怎么样，每科都60几啊。我只是运气好，对不对？你自己看嘛，70几、60几、60几、70几，因为高等检定考试60分及格，你考100跟考60是一样的。我就运气蛮好的，每科都60，就这样，运气好。好啦，但我必须要讲说，不管你是真的运气好，还是这个如很多网友留言说，彭批就是聪颖过人、才智过人。好，但是基本上你有凭有据，我就看到你这个所谓的，请你用才智过人，不要用才干过人。那个才干过人是专属别人的，是专属别人，这个不能用在你身上。这个意思是一样。对，好，你至少拿得出这个所谓的检定考试成绩单嘛？那我们现在要讲的是说，回过头来，我们这1、2个礼拜在讨论的是说，蔡总统当年被教育部查，然后说是因为他1987年要去考所谓的国家考试，但问了2个礼拜，好像似乎府方也没有讨论出来，或是有没有秀出来，到底去考了什么考试，完全不知道。考选部简直莫名其妙。他说：“你看啊，蔡英文从1984年一直被查到1990年。”其实被查了6次啊，那有的是因为查了没有回，所以又问啊，那我们把它并一并，它至少不同事由的至少查了3次，那有的我们还在陆续了解，因为国家档案查询网透露给我们小老百姓去查询的资料是一点一点给的，他不给你全部，有的隐匿啊，有的附件不给你，所以我们花了1年多的时间。透过自己小老百姓用自己的名义去要，透过立委去要，还透过不同党的立委去要，我们才拼凑出这么多的公文。所以无怪乎贺德芬老师要去告行政诉讼，教育部你基本上你根本就在封存这些相关的资料嘛，而且你选择性的揭露，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各种方法，才能够去慢慢的把这个全貌给拼齐。好啊，你看看。1984年，他都已经担任政大的客座副教授。换句话说，按照教育部高教司长朱俊章的说法，他的学历早就被审过了。你去看看他的那个履历表，不是虽然题目不一样，可是他都写博士证书，什么博士论文，所以他的学历早就被审定过了。为什么从1984到1990还要前后查了6次？这个道理讲个来听听嘛。好，那你可以说最后一次是因为要升教授，那更是笑死人。教授我没升过啊，副教授升教授，你不必提你的博士论文，因为你的博士论文已经不能算在你的教授升等的这个著作里面，那早就是800年前的事。像我副教授到教授10几年了，12年吧，那早就已经不采信了。所以他1990年又被查一次，这莫名其妙。再加上他1984年。据他说，他进到了这个政大，填了一个履历表，虽然博士论文题目不一样，但是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他到1984年的9月28号，又填了一份这个应聘政大的一个履历表，然后1984年年底又被查了一次，你才刚刚去当副教授，当不到半年啊，你就被查了，然后后面又陆陆续续被查，结果考选部说，其中有一次是因为他要考国考，他考什么国考？莫名其妙，那所有的学位当中，唯有一个国家考试需要博士学位的，叫做甲考，甲等检定考试，就是以前黑官要漂白，很多这个据说马英九也是嘛，很多这个考不上国考的人，但是因为要把他这个漂白能够成为高级公务员，
14职等还是就顶级的这个公务人员，要透过这种方式。好了，那这我更好奇了。如果蔡英文真的考过这所谓的甲等检定考试，那他显然是没过嘛，对不对？不然他应该会取得公务人员资格。那为什么这么多人照他，他还会没过？这我也不知道。那考选部说他去考了国家考试，就不敢告诉大家什么国家考试，就偷偷摸摸嘛，这有什么好不能那个的，对吧？我成绩单都被人家公布了，这还有什么好那个？你考过就考过，有过就有过，没过就没过嘛，被当就被当嘛，谁没被当过？所以我觉得啊，这个人真的是，我不知道怎么说他，真的。所以我现在问彭斌，因为我刚才大概彭斌一边在讲的时候，我一边秀出来，其实您也曾经在政经官部里面秀出查了好几次。那一般来说，一个人的博士资格会被查那么多次，而且又是教育部去查，那我看放到现在，他可能早就要跳出来喊说什么啊，是不是国家机器在迫害我或什么？但我不懂的是，教育部为什么陆陆续续查了这么多次，但是后来陆陆续续换一个教育部之后，现在事过境迁，又好像感觉起来一直在帮他，好像做一些掩护。当时是察觉有什么不对劲吗？我想任何一个人看他履历表，3份履历表有4个题目啊，然后毕业年限从头到尾有6个，你认谁都会觉得这个人是疯了吗？对不对？然后更不要讲什么他后来的这个什么奇奇怪怪题目，还1.5个博士学位。你光是他在1984年，他应聘政大的前后，在不同的履历表，有公务人员履历表，有政治大学出聘的这个履历表，写的修业年限不一样，博士题目不一样，你说谁会不查呢？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真的蛮奇怪的。对，可是当时怎么会有人注意到这件事情？还是说他在学术上的表现，让大家觉得回过头来去查了，哎，你的论文怎么来，或者你的学位怎么来的，才发现有问题，所以才可能再去告诉教育部吗？要不然教育部怎么会去众多的这些所谓的老师教授，他会特别当时会注意到这个蔡英文？好，我这样讲啊，有人说蔡英文他的学生讲的啦，但我觉得这种东西不负责任，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自称是他的学生。那我就随便讲点，姑且听听啊。听说他上那个课的时候，就是黑板抄了一黑板的板书，然后就照着念啊。不过无所谓，那我也不要笑他，我也不觉得我教课教的多好。那但是我说句实在话，你在国立大学在那个年代教书，你教的再烂也没有人会理你啦。而且你教的再烂也不会让人家怀疑说，你的学位是真是假。坦白讲，我们自己都当过大学的学生，教的烂的老师多得很嘛，不会有人去怀疑你的学位的啦。所以他是有问题的。他为什么会有问题？你想想看，你如果是承办的公务人员，奇怪了，为什么题目2份履历表填题目不一样？2份履历表填的修业年限不一样，那你不查吗？我觉得这个随便一个小公务员都会觉得很奇怪嘛，就再去问一次，然后一看，哎，你怎么搞的？人家这个3年不到啊，你就拿了博士学位，而且人家修业年限摆明了就讲那么清楚，那这个学校什么学校？所以就会1查2查3查，就是因为没有查出个所以然啊，才要一直查，对不对？你查的有结果，后面怎么会再查呢？所以这个很明白。不过我看到彭斌这个秀出来的文件里面，他也有热心的网友认为说，哎，有一些比如英国回来的这些答复，说他有学术论文这件事情，他们觉得有一些不对劲的地方，就是这个驻英代表处，难道说是有捏造文件的状况吗？对，昨天贺老师也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他还特别去访问了一个他的前辈，就是在民国73年，就是1984年前后，在驻英代表处工作的相关人员，特别去问了他。他说他回了2件事情。他说我们有第一个质疑，说这么重要的公文怎么会用手写？因为我们看到其他的公文都用打字，包括驻英代表处出来的公文也是用打字，那为什么那份用手写？他想了一想，他说当时人手不太够，他说他倒不质疑手写有什么问题啊，他说有可能用手写。那我们就说，那你们看那个
殷代兴73那个7，那明显的2个字中有一个字是打字，有一个字是手写的。对，而且那个打字的那个3字呢，跟别人那个3是不一样的。他也是摇头晃脑看了半天，他说这个就不可考了啊。他说那个年代也许有一个承办人员很潦草，说这个东西没法断定一定是造假，但他讲了一个很关键的东西，他说学位认证这件事情明明就是业务组的事，怎么会是新闻组的事呢？哦，这就是内行人才讲得出来。他说学历认证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是代表处有个业务组专门做这个东西的，那新闻组是专门做新闻发布的。他说怎么可能一个学历认证是由殷代兴这个公文发？他说这个超过他的想象。那所以啊，我觉得是好，包括林环条贺的分工，我们3个人研究了蔡英文的这整个过程历程，他从英国弄回来的信10之8九都是伪造的。这件事情啊，我们会一个一个揭穿，而且我们会在英国，我先讲好没有关系，我们会去报案啊，因为我们以前呢也曾经考虑过要去报案，但是很多证据不够齐全，就用律师用诉讼的方法。但是当我们的证据搜集齐全的时候，我们去找个英国公民去报案啊，那这件事情让警方去调查。当然警方也可能受到国际外交之间的某种压力啊，不过没有关系，我说过，我们就一个案子一个案子，我就一张伪造文书的文件，我就一张一张报案，我一张去曼彻斯特报案，一张去利物浦报案，一张去伦敦报案，找不同的人去报案，我看他烦不烦啊？我不烦，我看他烦不烦。对，因为我真的后来真的想想，也真的蛮奇特的。这是一路走来有这么多，假设他是真的有一个这样子的学位或这样的论文，那怎么会有这么多千奇百怪的细节出来？就是我今天如果比如我的学位的证书掉了，或是什么东掉了，真的去查，其实也不可能会查出那么多奇怪的事情。尤其是先前我们在讲这个所谓的，刚刚彭皮讲说很多文件感觉起来可能都是捏造的，像刚刚那个殷代兴或是殷代业的问题，还有这个神秘的甘乃迪女士。现在我看到林环强教授他说是在台湾还是在伦敦，他提出这样子的疑问，因为呢，他后来讲出了这个包括彭皮也有在讲说，他说原来伦敦的中央注册组在1980的中期已经停止运作，也就是大概1985至少1986年之后，它就已经停止运作了。但是呢，在所谓的甘乃迪女士来回函说，证明蔡英文有证书的时候，她是用中央注册组。另外呢，她另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她说有一个教务长叫做罗伯斯的女士，1983年她就当教务长，一直到2010年，所有的注册相关的事情或是学位相关的事情都是由她来处理。所以问题来了，就是说，那这个甘乃迪女士到底是谁啊？对，这甘乃迪我们要先证明一下她是人吗？就是说。他有种可能就是说外星人嘛，他来地球的唯一目的就是在1984年还1987年签发2封信，然后他就回了外星。我们敢这么正面的挑战这个人到底是人是鬼，是因为我们掌握的清楚的证据。所以我想我这样讲，这个犯罪集团应该知道我们不是开玩笑的。那这些东西我们当然可以选择在台湾记者会中摊开来，不过我们宁可选择让这个东西在英国的警方报案之后，我们再摊开来。所以我想在最近会有进一步的动作。我只能告诉蔡英文啊，只有蔡英文能救蔡英文，你不要再让自己一步一步陷入无可自拔的窘境。你不但把你自己的前途赔光了，你把台湾的脸都赔光了。真的，我劝你不要再做了。彭皮，我刚刚听到的意思是说，你说甘乃迪女士，其实你们还有更多的证据，知道这个人是谁，或是证明没有这个人，这是两者之一，是哪一个？当然是没有这个人啊。那这个所谓当年写下什么 PC 甘乃迪这一个，谁去做这个操刀，或是谁去做这件事情？你们还有更多的证据，是不是？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是你看那个签名就知道，那种签名任何人都可以仿造的，没有人一个人啊，尤其这个外国人签他们自己的名字，
会签的这么容易被模仿，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林环强教授指出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从1980年代到2010年，因为这个 G.F. Roberts 这位女士呢，2010年过世之前，她都在担任这个职务。这个职务翻成教务长可能不是很精准啊，因为这个名字，这个 Registrar 应该叫做注册组主任。在台湾的校园待过的人就知道，有一个职务叫注册组主任。这个注册组主任呢，他是公务人员，他不是像教务长这样是教授兼任，他是公务人员，他是那种考试公务人员高考，然后在这个校园里面一直待着的。他的目的就是管这个证书的核发，然后相关的行政工作。所以呢，这个 Mrs. G.F. Roberts，穷其毕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做这个工作。那怎么会突然1984年跟1987年跑出一个叫做 P.C. Kennedy 的人帮他代签名呢？2次他都正好肚子痛上厕所，然后所以 P.C. 甘乃迪就出来了。对，甘乃迪就出来了，然后签完以后就走了，这太好笑了。所以我们会我们在考虑嘛，我们会在英国的报纸上就协寻 P.C. Kennedy， 对不对？我们就跟警方报案说，这个人涉及了一个国际学术诈骗事件，然后就消失了。那我们要把这个警方报失踪人口，去看看他有没有可能被谋杀。那警方会不会报案呢？当然会啊，谋杀案怎么不报案呢？然后警方去查嘛，对不对？我们讲的没有错啊，因为你看他1987年出来干了这个事，这个事是一个阴谋事件，牵涉到一个跨国的洗学历案件，然后这个人就不见了。你说这个事情不报案行吗？当然要报案了，对不对？是，先要把这个人找出来。另外，但是找出来的话，我现在讲说，最近，我看到赫德芬老师在讲说，要找出来为什么当年蔡英文有这个本领去当政大的副教授，他称他为三无的身份，就是没有博士论文正本，没有学位证书正本，没有系院校3级审查投票3无的身份，这可能真的要待在学术界的人会比较清楚这个。反正他就是有3个必要的条件，他认为说蔡英文都没有，当时就去了。然后呢，他认为说有几个状况，他丢了这一个叫做教育部居然要求政大聘用蔡英文当副教授，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彭批可以帮我们说一下？我不知道在那个党国年代有哪种可能性啦，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走过后门，所以我们不知道后门长什么样子。以我自己的状况，我是1995年，不知道是5月还是6月拿到博士学位哈，我自己先这个铺路一下，自己也搞不清楚，因为反正就是5、6月间嘛哈，我不确定我到底是那个毕业证书押的是5月还是6月，因为好歹是26年前嘛。对。但是我绝不可能，我1995年拿到，我1996年就忘记我哪一个月毕业，当然是不可能的。当然那绝对不可能，我不可能说，那毕业的半年之内我就忘记我是我想我哪一天我都会记得，但是因为20几年了，所以我不是很确定是5月还是6月。好，我1995年毕业，那我们被聘任的过程，先不要讲什么要试教啊什么这种东西都不用讲，我们被聘任的过程，一定是要把我们的毕业证书。我们的博士论文通通送外审。什么送外审？就是我们系上决定要聘我，那么所务会议通过之后，他要把它送到外面去给台大新闻所以外的人审，要找3个人审。审完的成绩回来以后呢，如果超过80分，才能够送到院。那我听说蔡英文的好像一个80，一个84还是什么的，那个简直是低到不行啊！一般正常情况，没有拿个88、90就觉得很丢脸。好，那这个聘任的成绩送回来之后，要送到院教评会，而且送回来的成绩还有评语。院教评会各科系的教评委员要投票，通过之后还要送校教评会。校教评会呢，也是由各院的教评委员要投票。有没有没过的呢？有啊，多得很。过了之后要送教育部，所以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聘任是倒过来的，就教育部叫政大说这个人我要用，那也还没审，就跟你讲这个我要定了。
然后叫政大就一阵忙乱，一阵忙乱之后呢，也没有教评会，系也没有审，院也没审，那稀里糊涂就弄了好几份不同的履历表，明明就1984年8月1号就开始教书了，9月28号还在填履历表，12月多还在审这个履历表，要交给这个教育部，所以这太扯了。所以徐府，你的母校真的是够扯了，我从来没看过这么扯的学校。对，国立政治大学扯铃系啊，但我是真的考上的，对，请彭批不要去查我的学历，好不好？你不要解释，我觉得我蛮怀疑的。因为我发现我学生证当初跟那个 ATM 盒的那个卡被吃掉了，我怕彭批有一天查我学历的时候，我拿不出我的学生证，那可能你这个问题会很大。但是我看到贺德芬老师在讲，其实蔡英文他还先透过青辅会向政大推荐，那政大那时候校长欧阳勋说是教师满额拒绝。那1984年国科会在行文教育部李焕说要以扩大延揽旅外学人回国任教方法来聘任蔡英文。这边我有几个问题点，第一个是说，不管是青辅会或是国科会，它这个机构它应该是比教育部较低层次的，它行文给教育部，然后说我要这个人，然后教育部也真的行文正大去用这个事情，这让我觉得蛮奇怪的，这好像不符合所谓政府运作的体制。第二个，很多的支持蔡英文的人，或是说很多的我不知道1450吧，他就说那时候是党国时代，就像彭斌刚才讲的，那时候是两蒋时代，那蔡英文怎么可能有这样通天的本领，说要谁做怎样，要谁做怎么样？这一点真的让大家也想不通啊。如果有去看这个童文勋的童律师的节目，或者去看欧崇敬老师的节目，你就不会问这个问题。好，我应该跟这1450这么说，蔡英文家呀，从头到尾都是国民党培养的催台青啊。你知道蔡英文的爸爸蔡杰生，甚至有人怀疑他们根本就是特务啊。你知道他去日本修飞机，又回到台湾来，然后靠着跟美军顾问团之间，你以为修车可以修到今天吗？没有。而且欧崇敬校长、副校长他曾经调查过，蔡英文家发机的那个勒马饭店啊，就是美军的招待所，它的地址在哪里呢？在那个两蒋的士林官邸出来的第一栋大楼啊！你想想看，在那个年代，谁敢在这个两蒋官邸的对面去盖大楼？那一定是有非常好的党政关系嘛。好，再来看当年啊，现在大家不是讲海霸王这块地吗？大家讲到这个，大家要盯住柯文哲啊，因为这块地呢，当年是国产，莫名其妙透过革命实践研究院那个时候的，除了蒋介石下来第一把交椅，然后就莫名其妙的就转这个国产转到了蔡杰生的手上，然后现在莫名其妙呢就要开始把这个土地给私有化，所以这个案子现在卡在台北市政府，大家要盯好，就是海霸王这块地。那你想想看，当时怎么会一个经营这种特种行业的人，他有办法可以呼风唤雨？话倒回来讲，如果你是经营一般正常行业的人，你还真不能够呼风唤雨。你做这种专门的，就是招待所8大行业，你想想看，你有多少可以贿赂、利诱，甚至色诱这些党国大佬的筹码在手上？第二个，你掌握了多少这些党国大佬不堪的一面？所以你看，蔡杰生要塞这个蔡英文这个人进到学术界，他找的人是谁？他找的人就是当时的总统府秘书长，然后后来又找了这个党国大佬，最后你看他的升等这件事情是由教育部长李焕亲自，他的聘任竟然是由教育部长亲自主持。哇，他是一个大学者，教育部长亲自来聘任的。那个时候总统府秘书长是马继壮嘛，马继壮呢要推荐蔡英文进政大，去找了欧阳勋，第一次被打枪嘛，第二次他去找欧阳勋的时候，带了一幅字画。我为什么讲得这么清楚？仿佛那个时候1983年我已经在卧底在政大了。你人在现场？没有，对，我在现场。我会讲得这么清楚，就是因为我们有人证嘛。不然怎么讲那么清楚？他第二次跑到政大校长室去，带了一幅字画去找欧阳勋，
那欧阳勋那吓了一跳啊，总统府秘书长来呀，你想想看，总统府秘书长为什么事情会来？如果他的背景不够强的话，他会亲自走一趟吗？就这样塞进去的。所以欧阳勋拒绝了这个蔡英文一次，第二次就接受了。这是整个故事是这样子。那大家不要以为说他在那个年代没有影响力，他如果没有影响力，他怎么会去当屏东同乡会的会长？他是没有办法去让蒋经国下条子啊，叫总统秘书长马继壮去帮他塞进政大。你去看看他的在政大学术界的任用资格跟他的任用经历，你会觉得不可思议。一个人可以从政大法律系掉头就走，离开政大又跑到东吴，到了东吴没多久又再回到政大国贸系，这种事情在学界是不可能的。你离开这个学校，你几乎就回不来了。而且你是一个不是说你是个大师，你是一个刚毕业没有几年的人。国立大学你家开的，政大你家开的，爱来就来，爱走就走。所以这个事情啊，1450都不用变了啦。那个年代蔡英文家确实呼风唤雨，而且呼风唤雨的程度超过你我的想象。答案很简单，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嘛，再加上他们家经营的是特种行业，有很多不为外人道的秘辛在里头，所以可以如此呼风唤雨，我觉得也不奇怪。当然我们没有意思要去探究别人的隐私或者先人，但是今天蔡英文不是普通人，他是总统，所以他如果他本身没有牵涉到什么弊案，那他的家人在做些什么业务或做什么过去有什么不堪的事情，我坦白讲，我们厚道一点，我们也不去追究。问题是他今天之所以做了这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是跟他见不得人的家庭有关，这我们才要追究。如果他早一点承认说对不起，我年轻的时候我就是没拿到学位，对不起对不起大家。各位看看，同样是深陷弊案，阿扁在案发后不到1个月就开记者会，然后告诉大家我做了法律不容许的事，跟大家道歉。他还坐了6年半的牢。那请问你像蔡同学这一口咬死，死不承认，还告人，你说这个人要坐几年的牢？台湾社会、台湾的良心，大家评评理嘛。是，这个也讲到说，那时候如果是一个好，就姑且认为他真的是学成归国，但是一个才20-30岁的年轻人，要教育部长李焕亲自来帮他主持这个会议，然后主持升等，然后呢，还有2会1部来帮他来背书，请政大聘用他，我真的觉得蛮厉害的。